助理，印厂现在什么情况？是跟单员弄错了网络版和实体版的发印单，所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。我建议重新补发印发，尽快安抚读者的情绪。一文并下，你汇报吧。初步统计，网络预售大部分已经发货，没来得及发货的、没运出去的，也已全部紧急召回。但就算这样，还是大约有8000份的书已经在路上了。听到了，补印可以啊。邮费呢？一份8块到10块，8000份就是6万多。钱谁付？当然是印厂啊。我们跟印厂提出非常明确的需求，网络版必须放赠品，是他们搞错了，他们当然要负责，这是违约。我们跟这家印厂合作这么多年了，下面呢还要有 COS 的影集，还有全彩画集，要继续跟他们合作。如果在这个时候跟他们闹翻了的话，就意味着我们要再找另外一家符合我们标准的印厂。要是现在把手头的项目全都放下的话，是不是损失有点太大了？不是，我怎么觉得你话里话外都在帮印厂说话？不让赔，那读者怎么办？这种事情啊，就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现在的那些读者们呐，他们应该也没有那么难缠，是吧？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反应，无非也就是想让咱们社里给他们一个交代而已。那也就是说，要找个人来背锅呗，谁来背？那这事儿，我觉得处理应该承担一定责任吧。责编责编，责任编辑。你如果要是跑印厂跑得勤一点的话，会让他们手底下员工出现这么低级的失误吗？可是处理这次跑印厂挺勤的，他都恨不得住在那儿。现在读者都跑去索恒老师的微博下骂他，说要抵制他，说他是骗子，说好的赠品不给，欺骗消费者。真正出错的人缩在后面不出声，让我的编辑出来挡枪，我不同意。刚才我说过了，处理他是责编，让他承认错误，也无可厚非吧？那怎么能叫挡枪呢？我相信杨总处理这件事情也会是做息事宁人吧？是不是，梁主任？啊？好，这个错误我来承担，因为我不想看到我的作者受委屈，更不想让支持他的读者失望，这不是他们的错。但是我希望发行部今天就能下单重印。处理呢，暂时停职。停职？这个处分未免太过分了吧？你有更好的办法？我是主编，我同意了吗？夏老师同意了吗？停职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结果了。那现在我们总不能跟印厂闹翻吧？那这么多的损失都要我们圆月社来付。那现在停职，这要放着别人早就让他走人了。如果处理是导致圆月社受损的人，不用你们说，我第一个撵他出去。问题是现在不是他的责任，为什么要让他出来背锅呢？杨总指示的，你自己看。处理停多久？回头再说吧。找人顶刚完了。哟，周川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杨副主编，哎，你脚底下那些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没东西啊。没事，我看明白了，是你掉下来的一地人渣。既然停职了，那现在我就可以把人带走啊。不准哭啊！不就是停个职吗？咱们就当回家休养休养。关键是期限未至，我感觉我要走人了。走人就走人，没事啊，我养你。我不要你养我，
我就是要自己好好工作，我就是要好好当编辑。好，当编辑啊，当编辑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编辑了。凭什么呀？太不公平了！我都从圆圆社走了，为什么还要圆圆社来补偿损失？就是因为要跟那个什么印厂维持好关系吗？没事啊，我帮你一块想办法啊，咱不哭了。不哭了啊。 2个小时以后到。梁主任，您甘心吗？什么意思？您是圆月社10几年的老人了，我不相信您是心甘情愿让圆月补这个赔偿。我们心里都清楚，这件事情处理最多是个监管不力。如果他能负责任没问题，就让他负。 可现在的问题是，表面上他负责任，真正揽下所有责任的可是圆月社。金钱也好，舆论也罢，最后站在风口浪尖上可是我们圆月啊。这个处理方案不都出来了吗？你说这些没什么用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老苗到底真的是为圆月社好，还只是想让处理走？你要帮的到底是不是10年前那个苗建平？ 于主编，哎，小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到关博发声明了，处理怎么被停职了？最近都没有好好吃饭，先把饭吃了，回头我和你一起想办法。是我活该。如果当初我不只是打电话，而是去印厂再看一次，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 是我对不起索恒老师。做错事的是印厂的人，又不是你。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编辑。你才接触过几个编辑，就知道我是最好的了。当初签我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种语气啊。初里，索恒老师为你发了一通声明，你快看看。先吃饭。不行，你快给我看看。 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个太过软弱、不懂争辩的人。这是第一次觉得有必要为别人说话。我的编辑初里，是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放弃我的人，是一有风吹草动就为我冲在第一线的人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作者甘愿牺牲自己的人。他不仅是我的编辑，更是我重要的朋友，所以，我恳请大家停止对他的攻击，因为你们不知道。 他是个多仗义的傻子。没事儿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这个印厂原来还有点历史了。 江雨晨，有空没？印厂全身而退，算是吧。助理呢？吃了饭就回屋了，一次都没有出来过。那你就这么待着？你这男朋友真够格啊！要不我上去看看？看什么看呀？他现在这种状态，不是开导1、2句就行了的。 那有什么是我能帮忙的呀？你最近跟顾白芷怎么样了？干嘛突然问这个？啊，印厂有几篇报道需要核实一下，他人脉广，我想让他帮我联系几个人。你躲避我眼神干什么？没躲避啊，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事儿你自己问他就行了。我问他。 那我不欠他一个人情啊！你帮我问，我能白嫖。你不觉得自己最近越来越无耻了吗？
那要看跟谁比，跟你比的话，我甘拜下风。我有事先走了。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无可奉告。啊？怎么笑得一脸春心荡漾的呀？顾总监，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这些作者有什么问题，非得把他们从强推榜上撤下来？这些小说的质量确实达不到强推榜的标准。强推榜一旦质量下滑的话，新东网的付费用户就会流失。这块既然交给我了，罗总就相信我吧。行。那之前交代过你的有关江雨城的事情进展如何了？他一旦有新书计划，我会尽快拿下。顾总监，这做事呢，还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。有些事情关上门来比较好谈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些年轻的作者哪个不是凭实力？见不得人的手段我不需要。顾白纸，我发现你最近很爱和我叫板，从云飞的锦衣手札到现在的强推榜江雨城，什么意思啊？罗总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就是公事公办。行，我就等你公事公办的结果。江雨城老师，来接顾总监下班。啊，是。好一个公事公办，看来女人说的话也不能轻信啊。是什么意思？顾白芷这个人，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她吧？你就不担心她有其他的目的？罗总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比如说，签下你的下一本新书，就能晋升副总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随便聊两句。哦，对了，周川想找你帮忙，走吧。手没事吧？你看这一地破碎的玻璃，像不像我支离破碎的事业？别告诉我是你故意打碎的。我只是想喝口水而已。你说我不会真的没有工作了吧？距离你停职还不到24个小时，能不能好好睡觉？睡觉啊！不如你叫我打游戏吧，不打游戏看电影也行。现在应该有午夜场吧？还是说我们出去吃点夜宵，给二狗变装呢？给你变装也行，能不能找点开心的事情让我做一下？好啦，明天你要做什么我都陪你。今天晚上你就好好休息。被子盖好了。哎，老师，你别走，白天睡多了，晚上睡不着，你陪我一会儿吧。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真的，我现在一闭眼就是我丢工作了，流落街头。梁主任和老苗一边给我扔硬币，一边把我当乞丐，还嘲笑我。
好，我就在这儿陪你，好吗？那是你真好。你太过分了！就算我昨天晚上伤心难过失忆，你也不应该趁人之危吧？昨天晚上是你自己拉着我留下的，我什么都没看。你出去！我走！我出去！不是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干。最近愁啊！哎，我跟他说了，小神仙口碑不错，销量还在持续上升，现在已经差不多突破15万了，他才高兴了10分钟，10分钟之后又上楼去了。一到晚上呢，就在客厅里到处溜达，又是看电影又是玩游戏的，还得非得拉着我一块儿。第二天早上又一脚把我给踹下去了，就这么反反复复好多天，日夜反复无常的，就跟喝了假酒似的。哎呀，我现在算是知道了呀，什么叫做翻脸比翻书还快了。踹下去？从哪儿踹下去？不是我说你聊天挺会抓重点呀。我跟他就是纯洁的男女朋友关系，发乎情止乎礼，没有越雷池一步。我看你啊，就是表面柳下惠，实际西门庆。哼，那你呢？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？哎，你这情绪不太对啊！前2天不还春心荡漾的，今天怎么就愁容满面的呀？啊？你怎么这么八卦？我的八卦你听的还少吗？你以为我愿意听啊？还不是你表达欲那么旺盛，有点风吹草动就来告诉我，我还没收你情感咨询费呢啊！就你那情感咨询，我听了还得洗小耳朵呢。我还没问你要赔偿呢吧？来，我给你录音啊，你再说一遍，说你以后再也不会找我咨询情感问题了。那我就好心好意、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别忘了你当初跟他分手的时候悲惨时刻，别到时候又跑来我家抱着我哭3天3夜。哎，你是不是得了臆想症，都在幻想？究竟我是你对象，还是初理是你对象？行，那这一次你别被我揪着小辫儿，不然我就录下来放到网上，让广大的书友看看你的怂样。你手机里的视频都是我，哎，你究竟有多在乎我？滚出去！这里是公共场合，凭什么我走？那行，我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之前想的那个办法好了没有？那当然了，来之前我已经发了一个万字长文了。你要声讨印长？你以为我是什么单细胞的生物呀？做人做事要靠脑子。声明上还说，印厂会和我们友好协商，一起承担这次失误的损失。他们道歉本来就是理所当然，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他们的不对，只不过他们不是经营困难吗？怎么会主动愿意承担损失啊？这个你就得问周川老师了。周川搞的什么鬼？居然在微博上发了一篇万字长文，来讲述昭明印厂的50年荣辱兴衰，还弄得圈里面一帮作者去帮他转发去。这一个历史悠久、可歌可泣的老厂子，因为大环境经营不善，人才凋零，这戏码多虐啊！不过现在这个结果不是挺好吗 ？Happy ending。读者呢不光消了气，还会认为我们圆月社大气，主动帮老厂子承担责任。你别说，周川这招